在美国就有人在探讨说，这些骨头到底哪里来的？这些牙科用的捐赠人的骨头到底是哪里来的？这里就有看到说，在贩卖什么？贩卖人体。他们跟一些不肖业者跟殡仪馆，有些是无名尸啊，所以很多来源都是什么？牙药宝找三宝，保牙、保龈、保笑容，一起照顾你的口腔健康。我是三宝牙医吴医师。我们今天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我这2年在学的自体骨的补骨啊我们在临床上真的是遇到一些补骨完有时候发炎感染啊我们使用的骨粉的选择这样子。如果你有在接触植牙骨粉的话，医生跟你说你要补骨，可是你对你的补骨的材料是什么，你有疑虑的话，你可以问你的牙医师。我们来分享说你用的植牙的补骨又到底是用什么样的骨粉？那我们一般常见的植牙补骨有哪些？我们一般常见的植牙补骨有死人骨，有就是捐赠人的骨头，有猪骨、动物来的骨头、牛骨，有化学实验室合成的像磷酸钙的骨粉。另外一种就是生物自体补骨，就是拿自己的骨头，如果你那个区域不会植牙，我们可以使用旁边的骨头来补。有些人自己的骨头增生比较多，可是缺牙的地方没有骨头，我们可以拿自己的骨头来移植到这边，天然的雄厚，到底下雄厚。我们除了保留牙齿，我们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骨头移转到缺失的骨头上面。所以我们在临床上遇到拔牙完之后，我们骨头会缺失，会流失，因为我们的牙齿有牙周韧带细胞，它也会制造一些骨头。可是当牙齿拔掉之后，这些周围的骨头都会消失不见，所以骨头会变小变窄。有需要植牙的话，有时候就会需要补骨头。所以我们在缺失的地方，我们放上骨粉，发上再生膜，合起来，长好之后，我们再来做植牙。植牙我们希望骨头能够在完全的保护里面，这样子以后植牙才可以用得很久。有些人都没有补骨头，然后植完之后就感染发炎，很快就流失掉了，这样就比较可惜。所以我们一般常见的骨头有自体骨，有牛、猪的骨头异体骨讲的就是捐赠人的骨头。所谓捐赠的骨头，就是死掉的人身上家属觉得他可以做捐赠捐赠完之后，我们就收集这些捐赠者的骨头，然后把它磨小给有需要的人再使用。异体骨就是像猪啊、牛，我们叫异体骨，然后人工骨。就是化学实验室合成的骨头，所以我们现在比较推荐的是自体骨，因为有时候它带有的养分比较多，它有一些 BMP 像类似这种材质的因素来催化骨头缺失的地方能产生骨头，其他的大部分都没有。所以我们会担心我们补上来的东西到底会不会长，它到底是外来物。牛骨以前我们就早期最常用的是牛骨，它根本不太会长骨头，它只是撑住那个空间，甚至还会造成类似 foreign body reaction， 就是异体，它就被牙肉包起来，事实上它都没有长骨头，它会感染发炎，甚至排斥免疫反应所以有些人植完牙补完骨之后肿得跟猪头一样，像吴宗宪那种肿得跟猪头一样，有时候它的免疫反应比较强。最好的不会肿不会痛了，就是自己的骨头。我们从缺失的地方，我们取一块来补在有需要的地方，这种不会有免疫反应，术后也不会肿，然后长骨效果又特别好。所以我们现在的主流就是用什么自体骨来做伤口感染，有时候用外来物的东西，猪骨啊、牛骨啊或者是捐赠人的骨头，有时候会有一些伤口感染的问题，像图片中看到的这些就是伤口感染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来分享，在美国就有人在探讨说，这些骨头到底哪里来的？这些牙科用的捐赠人的骨头到底是哪里来的？这里就有看到说，在贩卖什么？贩卖人体。他们跟一些不肖业者跟殡仪馆，有些是无名尸啊，不会有家属啊，这些人就会卖到什么？他就可以把它卖掉，一具大概可以卖到3000到5000美金在纽约的律师发生的然后就有调查，然后在生物医学公司在收集这些骨头，然后再转卖给什么组织银行 Tissue Bank。然后这些骨头再被磨成什么牙科用的一些骨粉，所以就是捐赠者的骨头。所以很多来源都是什么无名尸，
都是殡仪馆卖出来的，所以就被发现说，这些骨头来源是不明的。这些人到底有没有什么疾病？是什么原因死掉的？他有没有得到什么样的细菌感染啊？什么都不知道，反正就是赶快把它卖掉他们就可以赚一笔钱这样子。所以检察官就有这样子针对这些人去做判刑。听说后来这个人在牢狱中竟然得了骨癌死掉。你看做什么业造什么孽，就是这样。X 光大家可以看到，本来一具有长长骨头的被换成什么？被换成水管了。这些骨头跑去哪里？有些家属就觉得，我爸爸的骨头怎么变成一条水管？所以你会看到，怎么会变成这么光滑一条的东西？所以它已经被狸猫换太子，被调包了，因为骨头已经被抽掉了，已经卖掉了。所以这些就是俗称什么捐赠者的骨头。大部分来源可能都是不明尸，或者是真的死因不明，甚至直接把亲人直接卖掉，被殡仪馆直接卖掉，家属也都不知道，所以就被踢爆。所以到底有没有是生什么病死的，是怎样的病毒，身上有没有带有什么样的病毒也不知道。甚至也有人写出一本书叫什么 Body Broker。这些事件是单一事件吗？并不是，事实上在各地都有发生。在美国各地都有发生过相关的事件，每年都赚取数十万美金以上的利润无独有偶，这个事件只有在美国发生吗？世界第2大强国中国也有发生，只要是大国家也有发生，也是贩卖尸体的事件。所以这些骨头捐赠的骨头来源很多都是什么不明原因被卖掉的，就被殡仪馆跟不肖业者合作来为了什么牙科需要大量的这些骨头来做补骨。所以现在牙周病最常用的这些捐赠者的骨头就是什么很多可能都是来源不明的倒卖了4000具就可以制成很大量的骨头总价值超过3.5亿人民币台币约17亿所以这些跟殡仪馆合作的一些不肖厂商真的是层出不穷所以非常多这些骨头，第一个它不一定能形成骨头，第二个它可能会有发炎感染的风险。后来这几年主要去学习这个 BBA 的concept， 就是生物补骨、生物自体补骨，就是 biological bone augmentation。2018年，这个德国的教授Coley 发表了这篇文章。我们利用我们植牙不是本身就有钻洞吗？我们直接植牙钻了那样洞，我们取出一条骨柱来补到缺失的骨头，这样子用自己的骨头来补什么？来补缺失的地方，这样不是刚刚好吗？有没有很聪明？对，他2018才发表出来了。然后我们那个撒骨粉那个以前很早期就有了这个Coley教授就是发表这个文章之后，这是震撼整个牙科。可是他有一些特殊的工具，像我们诊所，我有去上他的课，诊所都有买所以像这组器械我们诊所也有。所以他另外一个观念是利用什么？我们拿出一些骨片补在里面然后中间再放自己的骨头，长的骨头效果非常的好。而且4个月左右就可以植牙。如果大量骨头缺失的患者，我们就可以看到，事实上它成骨效果，自己的骨头，当然长骨头的效果特别快，而且特别好，跟自己的骨头一模一样，扎扎实实的。所以他的学生就是创了这个 BBA Biological Bone Augmentation BBA， 他也是 Real Bone Builder 的创办人。他的学生叫 Frank， 也是德国人他在去年2024年8月，我们就上他的课他来台湾我们大概30几个牙医师，我们一起上他的课，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很多眉眉角角所以你真的是想要用自己的骨头想要帮病人用最好的就是什么？自己的骨头来补。第一个有成骨的效果，又快。一般的补骨我们要等半年，他这个补骨只要等4个月，再放3个月成骨，大概有时候快的话半年我们就做好牙齿。所以很多患者来我们诊所说，我之前我朋友做植牙做了1年2年都还没好，为什么来你们这边做只要做3个月4个月就做好了？因为我们最主要这1-2年都在用这个生物自体补骨就是我们拿到的证书上面是写什么？在2024的8月我们参加这个 Biological Bone Augmentation 的课程，台湾上的人不多，大概就30个牙医师而已所以想要在这边好好学这个自体骨，因为用自己的骨头有一些器械要买，有一些特殊的工具要买，有些技术门槛
你要怎么固定自己的骨头，有些技术门槛，所以跟以前早期撒骨粉不一样，所以有一些技巧要学习，有一些学习曲线。当然，有一些牙医师已经做很久了，或者是比较资深的，已经不想学这个了哈，觉得太麻烦，就放弃了。好，所以这是我们那时候上课的一些影片啦哈，这二十几个牙医师这很认真，在学习哈，就是他只来这一次而已哈。在前2天哈，在3月的时候，我们今年哈2025 3月28、29，我们就也是一样继续上这个课，在进修。我们上完欧洲，去年上完欧洲的，今年上什么美国的？美国也有一派也是讲自体补骨的，好，主要是从南加大。你知道南加大的地方是在哪里？在美国西岸啊，很多艺人在的地方，所以这个美国这个南加大的教授叫诺扎里，他就很仔细，他都是用什么自体骨的骨块来补，因为这些艺人啊都不能得罪，这边都赚很多钱，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他只用什么自体骨，这是我们拿到的结业证书啊哈。所以这个固定骨块要有一些技巧，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学习，在成长啊。当然有些医生就是用撒骨粉盖再生膜结束啊，这几十年都是这样子。所以它的结业证书可以看到哈，我们就是用自体骨的课程，我们就是学自体骨，不断的进修在学习哈。那你说这种东西真的有人在做吗？真的受牙科界肯定吗？都是你自己在乱讲，都是你自己在乱做，是不是？没有，我们把我们收集到的案例，牙科很简单，我们就把自己做的 case， 你就发表在什么？你就贴海报，受大家评审委员的什么公平。如果你做得好啊，你做的是最新的，因为你要得奖，你一定要做的有创新，做到别人做不到的，要新颖性啊哈，你跟专利一样。如果你做的大部分牙医师都做的一样，你就不可能得奖。所以我们做的东西，我们就把自体骨的 case 把它收集好，我们去投稿，我们去发表。我们的确这些用的这些骨块的确受到什么各位评审的肯定，所以这种东西是比较好的，而且备受牙科界在肯定的哈。你的医生跟你说，人家你做的东西是好的吗？我把你的 case 丢到台面上给大家评论。如果你能得奖，表示什么？你是做得好的。如果你没办法得奖，那你只是什么？做的跟别人一样，跟一般的医生一样不好而已哈，没什么特别的哈。所以我们真的很努力啊哈。我们在去年跟今年都有得到，我们把自体骨的资料把它整理好，贴海报，都有受到肯定。受到双北大会有6、7千人参加，能通过第一阶段贴海报，这是不简单，所以也有得奖啊，上面写佳作。然后植牙大会我们得到第2名哈，都是自体骨的部分。所以我们真的很努力在学习啊哈，怎么让自体骨把病人缺失的骨头把它补好。第一个补得又快又好，第二个病人回去又不会肿，第三个很快就可以植牙，3个月、4个月左右就可以比传统的补骨粉哈，补骨粉有时候补一补不一定会长，那些颗粒啊也不一定会转化成自己的骨头。有些甚至我们有听到养骨头要养什么，养1年都要做很久，光养骨头要养，还要植牙，还要再等，所以有时候做完都1年半、2年都很久。所以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骨头来做，事实上愈合的非常快啊，回去又不会肿，又不会像骨痛线这样子肿的乱七八糟也不太需要吃药这样子。所以我相信我们努力在做，努力在学，就是为了给病人得到更好、更进步的更好的技术，更好的掌骨，这样子对病人来说也是好，对医生来说技术难度会比较高，学习曲线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们这2年真的很努力在学习，就分享给大家如果你觉得你对你的补骨的骨头用什么有疑问的话，可以问一下你的牙医师有任何疑问请在下面留言，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谢谢，拜拜。牙药宝找3宝。